意外流出的画面，无人准备的瞬间，却最真。那天傍晚，城市天际线从灰蓝慢慢沉入紫紫的夜色。街心广场的喷泉随着节奏跳动，水柱在光影中像被撕开的丝带。谁也没想到，在这么普通又嘈杂的人群里，会突然诞生一个能让全网疯狂循环的视频。于龙刚结束一天连轴转的通告，匆匆赶到他发来定位的地方。他不是擅长言辞的人，说一句忙完了都要酝酿半天，但他永远会以行动提前表达一切。他知道杨美美最近压力大，也知道她害羞的连和朋友打招呼都要深呼吸3次，于是选了个在人群里相对隐蔽但不落单的位置，只想陪她安静地坐一会儿。就是在那里，一个路人的手机镜头捕捉到了那个让无数人心跳加速的瞬间。视频里，于龙的动作完全没有提前设计，甚至有一点笨笨的，他轻身的速度慢得像怕惊到谁。杨美美微微抬头，眼神惊慌又柔软。他靠近的那一刻，他甚至倒吸了一口气。就在短短1秒，他轻轻吻上她的脸颊，没有打光，没有美颜，没有摆拍，甚至因为人群的推挤，两人的站姿还有些狼狈，可偏偏就是这种不完美，让整个画面真实的让人屏住呼吸。而最让网友疯狂的是，就在被吻的那瞬间，杨美美的耳朵唰的一下红透，红得像被落日染上的樱桃。她慌张地低头，用围巾急急遮住半张脸，只露出2只通红的耳朵，却越来越遮不住。那是一种此刻我是真害羞了的反应，完全不是镜头前能装出来的。公众反应、围观、羡慕、攻击交织的网络风暴。视频一上传，网络瞬间炸开锅。有人笑着说，这是真情侣吧，甜到酷人。也有人冷嘲，又来营销恋爱了。还有人火力全开，公共场合这样像什么话？各种声音在评论区乱成一锅粥。但最让网友意外的是，两人都没有回应。于龙素来是冷脸型演员，平时说话不超过10个字，采访时永远是别人讲5分钟，他点头3秒那种。杨美美更不用说，她上台比谁都紧张，回答问题一结巴就会自责到半夜睡不着。像他们这样的人，被这么大规模围观，本该慌张的不知所措，然而两人却选择沉默，没有澄清，没有解释，没有指责媒体，没有甩锅路人。他们继续拍戏，继续走通告，继续生活。这种淡定，不迎合，不反击，让不少网友在骂着骂着的过程中突然冷静下来。是不是我们太习惯把别人的生活当成综艺节目，却忘了他们也是普通人？被放大的瞬间，他们却选择坚持做自己。那段视频被疯狂转发，不到3小时就被剪成了几十种版本，有搞笑的，有煽情的，甚至还有慢放8倍速的耳朵发红研究视频。网友把杨美美的害羞画面称作年度最真实害羞名场面。有人指责她不专业，说明星应该稳住心态，不该被亲一下就慌成这样。也有人替她抱不平，她不是在拍戏，她只是在谈恋爱。舆论吵得天翻地覆，可两人依旧一个字也没说，因为他们知道解释永远追不上想象，越解释越容易被曲解，那干脆不解释。这是一种你们怎么看是你们的事，我们怎么过是我们的选择的成熟。最难承受的不是曝光，而是继续被注视的勇气。被拍下的不是亲吻，而是他们真正做自己的那一刻。而最难的不是画面被曝光，而是在之后那些如同聚光灯般的眼睛盯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依旧愿意坦然生活的勇气。在公众眼里，一个眼神都可能被解读成暗号，一个动作都能被说成摆拍，一个皱眉都能引出感情破裂的谣言。明星的情绪被迫被放大，而他们能做的就是在放大镜下继续过普通人的生活。杨美美曾在私下对朋友吐露，如果连喜欢一个人的权利都没有，那我坚持努力这么久是为了什么？这句话简单，却像是一记重锤，让很多人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明星在面对情感问题时比普通人更无力。不被定义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自由。风波之后，很多人都在问，他们会不会后悔被拍到？一位工作人员把这个问题问了于龙。于龙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只说了8个字：我不怕被误会，
我怕他委屈，随即又补了一句，但我不后悔。这句不后悔比一句我爱他更有力量，因为这代表的是，无论外界多么混乱，他选择站在杨美美身边，哪怕被骂被误解，他依然觉得那一刻是真实而值得的。经历风波后的成长，不是退缩，而是变得更强。事件之后，两人没有远离公众，反而悄悄开始改变。杨美美不再因为镜头就手足无措，为了克服紧张，她每天对着镜子练习说话，她学会让自己深呼吸，甚至在紧张时用指尖轻轻掐自己的手心，稳住节奏。她不再希望自己完美，她只希望不会再被恐惧推着走。反而是于龙这个冷脸男开始主动站到前面，他帮他挡住闪光灯，帮他拒绝不必要的采访，在公开场合也不再刻意保持距离，而是非常自然地照顾他。他们不是完美情侣，会吵架，也会误会，但他们在风波里学会了理解，学会了沟通，他们变得更成熟，也更坚定。真实的力量不是浪漫，而是共鸣。这个故事之所以打动人，从不是因为甜，而是因为所有人都从他们的反应里看到了自己。谁没害羞的耳朵发红过？谁没在喜欢的人面前笨拙过？谁没在公众目光下变得紧张？谁没担心被误会，被指指点点？他们的真实让人产生最深的共鸣，因为他们不是把爱情演成童话，而是把爱情活成现实。会害羞，会慌乱，会被否定，会被误解，却依然选择坚持喜欢一个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他们告诉我们的是一堂最现实的人生课。人生不是剧本，感情不会按流程走。你无法控制别人怎么看你，也无法控制哪些瞬间会意外被放大。但你可以选择，不因为别人眼光而放弃表达，不因为一次意外画面就否定自己的情绪，不因为害怕议论而躲避真实的自己。真正的勇敢，不是站在舞台上喊我不怕，而是在拥挤的人群当中，依旧愿意轻轻靠近你爱的人。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勇气。我们以为外界的声音最可怕，但真正伤害我们的是我们对真实的退缩。于龙和杨美美让我们明白，越真实越自由，越坦然越强大。愿你也能在人生中找到那份力量，在害羞时仍敢表达，在质疑声中仍敢坚持，在吵杂世界里仍敢做自己。感谢你愿意听到这里，每一次认真阅读都是支持我们继续讲述真实故事的动力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感受。你的每一条评论都会让下一次的故事变得更有意义。谢谢你一直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